周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水上阅兵活动，纪念俄罗斯海军成立326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阅兵式并发表讲话，这是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普京参加的第2场阅兵。但就在海军节当天，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部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另一方面，乌政府出台法令，强制疏散顿涅茨克地区居民。当地时间周日上午11点，俄罗斯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彼得堡楼要塞12座大炮齐鸣，2022俄罗斯海军节阅兵活动正式开始。亚森级核潜艇北德文斯克号以及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等40多艘水上水下舰艇，包括米8直升机、苏27战机和图142反潜巡逻机在内的42架各型军用飞机，以及3500名军人共同参加了圣彼得堡的海军主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乘船对位于喀朗施塔德一海军港口的士兵进行检阅，这也是普京在俄乌冲突后第2次参加阅兵活动。普京在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将确保通过一切手段保护其海上边界，俄海军已经准备好对任何侵犯俄罗斯主权和自由的行为作出回应。Современные условия требуют от нас адекватных, оперативных и решитель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Убежден, что нынешнее поколение матросов и офицеров – это надежная, несокрушимая опора Отечества. Для всех нас Родина – понятие священное, а ее защита – высокий долг и смысл жизни каждого из нас. 普京还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将在几个月内装备部队，它的部署区域将根据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来选择。他指出，第1艘使用锆石的舰艇将是戈尔什科夫苏联海军元帅号护卫舰。海军节呢举行的这个阅舰式呢，应该也是例行的。当然了，它就是也有这个相关的政治目的啊。北方舰队无疑是这个俄罗斯海军的这个实力最强的一支舰队。在这儿这个举行这个阅舰式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有这个针对这个芬兰和瑞典的这种加入北约的这个信号，因为这个其实北方舰队还有这个喀朗施塔德基地其实是直接面对芬兰。阅兵式开始前，普京还签署批准俄罗斯海军理论和舰队船舶宪章的法令。新规定将确保在战时将民用船只和船员进入到海军的战斗系统。俄罗斯海军节定于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举行。相比前几年，今年的年度海军节阅兵规模有所缩减，也没有外国军舰参加。不过，除在圣彼得堡的主阅兵式外，摩尔曼斯克和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城市当天也举行了阅兵活动。与此同时，俄宇航员奥列格·阿尔杰米耶夫在国际空间站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阅兵式。塔斯社报道中的一张图片显示，阿尔杰米耶夫在国际空间站戴着海军帽，展开了俄海军军旗安德烈耶夫旗。而在另一张图中，一艘用手指就能捏住做展示的迷你版的海豚级潜艇模型出现在空间站，其背景是浩瀚的太空。不过，就在海军节当天，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市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轰炸。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拉斯沃扎耶夫称，乌克兰一架携带小型爆炸装置的自制无人机袭击了黑海舰队总部，爆炸造成的窗户玻璃碎片造成6人受伤。出于安全考虑，黑海舰队庆祝海军节的所有活动取消。相关消息，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此前，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里洛夫在受访时表示，乌方正准备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摧毁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并夺回克里米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在例行视频讲话中透露，乌克兰政府已出台从顿涅茨克地区强制疏散居民的法律。他呼吁还留在当地的民众尽快撤离。Донецької області є. Все організовується. Повне супроводження, повна допомога і логістична, і виплати. Потрібно тільки рішення від самих людей, які досі його не ухвалили для себе. Їдьте, ми допоможемо. 俄罗斯此前已经全面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经过20多天的休整，俄方已经有向顿涅茨克剩余地区恢复进攻的迹象。据乌方统计，目前顿涅茨克地区有20至22万乌克兰人，其中很多是俄罗斯族。想督促这些平民要尽快撤离，也意味着8月份可能在顿涅茨克地区可能会迎来这个烈度更高的这个军事冲突。观察指，
强制撤退令是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的抢人大战。乌克兰因战争等因素，人口迅速减少，在无法坚持顿涅茨克的情况下，希望争取更多人口留在乌克兰境内。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法令，给予所有乌克兰公民以简化方式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国籍的权利。